他是美国牛马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劫贫济富大师、美国工会的终结者，开启996美好生活的奠基者。他就是美利坚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以上这些基本是美国民主党左翼对里根的评价，而美国共和党对于里根的评价那个规格就高了，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是伟大的美国人，是历史性的领袖，国家的珍宝，美国的复兴之父。美国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但无论怎么样的评价，里根都是一个对全球影响极大的人。他不单只打破了自罗斯福时代开始美国工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还解放了弱小且无助的资本家们，并且成功的将美国从制造业强国变成产业空心化加经济金融化，还带动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1980年代集体弱化工会，引入灵活就业概念，甚至把苏联破垮后间接缔造出后来影响全球的华盛顿共识。然而就这样一个人，他曾经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忠实粉丝，并且还获得了罗斯福新政的救助。一个最反对大政府的人，曾经还连续4次给罗斯福投票。所以历史这种东西非常的魔幻。而里根又如何从一个罗斯福的小迷弟变成了最坚决的反对者？1911年2月6日，里根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叫坦皮科的小镇。他的父亲杰克·里根是一名鞋类推销员，嘴很能说，性格也外向。可惜人生还有一个长期掉血的负面状态，就是酗酒，夫妻之间也长期吵架。更麻烦的是，杰克的工作并不稳定，哪里有工作，全家就往哪里搬。从坦皮科、芝加哥、盖尔斯堡、蒙茅斯，又回到坦皮科。里根9岁以前，全家已经在伊利诺伊州辗转多个地方。今天里根总统图书馆甚至还能把这些住址一栋栋列出来，有些地方住了1-2年，有些更短。所以里根童年对家的理解跟很多孩子不太一样。别人家的地址是我家住这里，他们家的地址是好像是在这里。这件事对小里根影响很大。但奇怪的是，几十年后，里根会一次又一次描述自己心里的美国，是稳定的小镇，熟悉的邻居，努力工作的父亲，照顾家庭的母亲。每个人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他后来最怀念的这种稳定，恰恰是童年最缺的东西之一。直到1920年12月，9岁的里根跟着父母和哥哥搬到伊利诺伊州迪克森，全家才算真正安顿下来。从此以后，不管去了好莱坞，去了加州州政府，还是最后去了白宫，里根始终把迪克森称作自己的故乡。但安顿下来只解决了地址问题，这个家的另一个问题还在，就是父亲杰克依旧酗酒，让家里经常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幸好他还有一位很不一样的母亲内尔。内尔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也没什么钱，却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家里自己都过得紧巴巴，他还经常去帮助穷人、病人和囚犯。里根后来回忆母亲时开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他说自己家其实很穷，只是小时候自己不知道。因为每当他们觉得日子已经够难了，母亲总能找到一个更困难的人，然后带着他们去帮忙。而父亲杰克虽然嗜酒，但并非天天如此，他清醒的时候也会努力工作，会幽默。可一旦酒精控制了他，整个家庭就跟着遭殃。但内尔没有告诉2个儿子，你爸这样，所以他就是个坏人。他告诉他们，父亲遇到的是一种疾病，不要因为这件事去恨他，他更缺的是尊重。因此里根小时候学到的不是世界上的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更接近一个人可以有很严重的问题，但这问题不等于是他这个人。1925年前后，14岁的里根找到了人生第一份暑期工作，一家建筑公司正在翻修旧房子，老板看这个半大小子还能干活，就把他留下了。一天干10个小时，一周6天，时薪35美分，算下来一周最多21美元。今天听起来像零花钱，但对当时的里根来说，这不是体验生活，是在给自己攒大学学费。一个夏天下来，他挖地基、铺木地板、钉屋顶、刷房子，最后存下大约200美元。到了1926年夏天，15岁的里根换了一份更适合他的工作。迪克森附近有个洛厄尔公园，旁边就是罗克河，里根游泳很好，于是去那里当救生员。从1926年开始，里根连续多个夏天守在这条河边。后来的里根表示，他前后一共干了7个夏天，救下了77个人。77个人是什么概念？1928年秋天，17岁的里根进入尤里卡学院，主修经济学和社会学。1928年，距离美国大萧条已经一步之遥。尤里卡学院当时他的财政也提前出了问题。新校长伯特·威尔逊上任以后，准备削减开支，一些课程和教师岗位面临调整，同时学校管理方式也引起了学生和教师的不满。于是17岁的里根带着一群被情绪点燃的学生开始抗议，并且聚集在学校礼堂当众演讲。里根没有上台喊什么宏大口号，而是先算了一笔最现实的账。你们已经在这里读了3年、4年，现在学校为了省钱，把你毕业需要的课程砍掉，那你前几年交的学费怎么办？毕业证怎么办？学校没钱，学生不是不知道，问题是学生已经提出过其他节省办法，管理层没有采纳，反而准备趁大家离校的时候把方案定下来。既然正常说话没人听，那就用不上课来让他们听见。然后所有学生在他的鼓动之下，停课提议获得通过。往后的里根甚至还成为了工会会长，还干了2任。所以历史这种东西很魔幻，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放在他身上是完美的契合。
很快时间来到1929年，华尔街崩盘，美国大萧条正式开启。到了1932年，美国失业率已经冲到 23.6%， 差不多每4个想工作的人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尤里卡学院也快撑不住，学校本来就穷，大萧条一来，捐赠缩水，学生家庭没钱，学校现金流直接进入困难模式。里根后来回忆，那时候有些教授不是晚几天发工资，而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可第二天铃一响，他们还是照常走进教室上课。镇上的杂货店和商人知道这些老师没钱，也愿意先让他们赊账。而彼时的里根原本家里就穷，大萧条更是让家里根本付不起大学费用。不过里根在学校找了一份工作，还允许他把一部分学费拖到毕业以后再交。他干过不少杂活，其中有一份是在女生宿舍洗盘子，既能挣钱，又能在女生宿舍上班，这个岗位多少已经属于福利待遇了。可真正麻烦的是，毕业之后怎么办？1932年6月，里根拿到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学士学位。以前一些认识里根的成年人还跟他说，等你毕业了来找我，我帮你看看工作。真等到他毕业，那些人自己的饭碗都开始冒烟了。于是21岁的里根又回到罗克河当回救生员。彼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哀嚎一片，整个社会处于十分颓丧的状态。美国银行倒了9000多家，失业率 25%， 底特律工人排队领面包，资本恐慌都将黄金藏起来，工厂也不敢开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坐着轮椅的纽约州州长开始告诉美国人，我们唯一不得不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那种难以名状、丧失理智、毫无根据的恐惧。他把人转退为尽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这个人就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4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21岁的里根就是坚定的民主党人。这一年美国总统大选，里根人生第一次拥有总统选举投票权，他把票投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几十年以后，里根自己还反复承认，罗斯福是他人生第一个真正崇拜过的总统。因为1932年的美国最不缺的就是坏消息，但罗斯福非常擅长给美国人打鸡血，他开启的炉边谈话可以说是给当时无数美国人活下去的希望。里根晚年回忆罗斯福时说，他记得罗斯福广播里的那种力量和乐观，也记得身边的人听到罗斯福讲话时眼神都会重新亮起来的样子。里根后来虽然在政策上越来越反对新政留下的很多东西，却从来没有真正否定罗斯福这个人。1933年3月，罗斯福正式入主白宫，随后罗斯福新政迅速铺开。1935年，罗斯福政府成立工程振兴署，这个机构的思路很直接，与其让失业的人一直领救济，不如政府花钱创造工作，让失业人员修学校、修道路、建医院、搞公共工程。到1937年，全美国已经有大约300万人通过工程振兴署拿到工资，而里根的父亲和哥哥也因此获得了工作。往后的里根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说也是罗斯福新政的受益者。下一期我们再一同了解里根如何从一个标准的左派青年变成了右的不能再右的精神小伙。